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5月13日星期五，欢迎走进一波热点。世卫组织对大流行的最新评估。世界卫生组织在对大流行的最新评估中表示，除美洲和非洲外，全球报告的新冠状病毒病例数量继续下降。这一下降之际，欧洲大陆 COVID 死亡人数刷新了新的纪录，共有200万人死亡。周二，联合国卫生机构在美洲大流行报告中表示，全球报告了约350万例新病例和超过2万5千例死亡，都分别下降了12%和25%。报告感染的下降趋势始于3月份，尽管许多国家已经取消了其广泛的检测和监测计划，这使得准确计算病例变得极其困难。世卫组织表示，只有2个地区报告的 COVID 感染增加了，美洲增加了14%，非洲增加了12%。该机构表示，西太平洋的病例保持稳定，其他地区都有所下降。谭德赛在本周的新闻发布会上警告说，50多个国家的病例不断上升，凸显了这种病毒的波动性。他表示， COVID 变体，包括高传染性 Omicron 的突变版本，正在推动 COVID 在几个国家卷土重来，包括南非。南非是去年11月第一个发现 Omicron 的国家。他说，相对较高的人口免疫率可以防止住院和死亡人数激增，但警告说，对于疫苗接种水平低的地方，这并不能保证。在较贫穷国家，只有约16%的人接种了疫苗。世卫组织的报告指出， COVID 病例中最大的增幅发生在中国，上周中国增加了145%。周四，朝鲜宣布了首次冠状病毒爆发，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封锁。疫情的规模尚不清楚，但它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因为该国的医疗保健系统很差。据信，其2600万人大多数没有接种疫苗。BC 省房产市场正走向正常化之路。BC 省4月份房屋成交量暴跌35%。加拿大央行抑制通胀的努力正在对 BC 的住房营销产生预期影响。根据 BC 房地产协会周四提供的多重上市服务数据，该省上个月公布了8934个住宅单元销售，与2021年4月的创纪录销售额相比，下降了34.9%。随着利率上升， BC 的需求现在正走在正常化的道路上。然而，鉴于现有的供应水平，市场状况仍然紧张。与去年相比，全省各地的活跃房源也比去年下降了约7.5%。由于供应紧张，销售额的急剧下降并没有转化为价格下降。BC 房屋的平均销售价格同比增长12.9%，达到106.5万加元。大温哥华地区房价的上涨与整个省的涨幅不相上下，上涨10.7%，达到134万加元。内陆的南部及平原地区是该省唯一价格下跌的地方，下跌15.3%，达到25万9831加元。回归平衡的市场趋势，甚至进入买方市场都不会治愈加拿大房地产市场的困境，它只会在短时间内缓解症状。事实上，如果以史为鉴，那么未来的放缓可能会加剧市场的供需不匹配。经济学家估计，50万户家庭低估了住房需求。他们表示，未来最大的挑战是确保有足够的供应。称呼男性秃头可被视为性骚扰吗？英国就业法庭裁定，使用秃头可能与性别有内在联系，并构成一种形式的歧视和性骚扰。这一判决发生在电工托尼·芬恩的案件中，由于遭到公司解雇，他起诉了一家位于约克郡的小型家族企业，他在那里工作了近24年。他向法庭提出的控诉书中称，他受到了不公平解雇和性骚扰。他指责一位同事称他为胖秃头。由3名男性成员组成的仲裁小组一致认为，芬恩没有抱怨工作环境中的工作语言，而是抱怨与他的年龄和头发有关的绰号。
判决书说，没有其他的语言比这些话更具有侵犯原告的尊严，并给他创造一个恐吓、敌对、有辱人格、羞辱或冒犯性的环境。芬恩也因此成功地获得了不公平解雇的索赔。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在工作中称男性同事秃顶不再是无害的玩笑了，它可能已经成为性骚扰的代名词。美联储鲍威尔称无法控制经济软着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刚刚在当天赢得参议院第2个任期的确认，周四首次承认，高通胀和海外经济疲软可能会阻碍美联储避免导致经济衰退的努力。几周来，鲍威尔一直将美联储加息的动力描述为与所谓的经济软着陆一致。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将设法收紧借贷成本，使其足以为经济降温并抑制通胀，而不会使经济陷入衰退。鲍威尔承认，这种平衡行为可能会因欧洲和中国的经济放缓而受到削弱。许多经济学家表示，他们怀疑美联储能否实现这种平衡。我们是否可以执行软着陆的问题，这实际上可能取决于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美联储主席表示，世界各地正在发生巨大的事件，地缘政治事件，这些事件将在未来1年的经济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评论表明，对避免经济衰退的信心不如鲍威尔此前所表达的那么大。就在上周，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认为我们有很好的机会有一个软着陆结果。根据美联储首选措施，将通胀从目前的 6.6% 下降至 2% 的美联储年度目标。他表示，这将会带来痛苦，但最终最痛苦的事情将是如果我们未能应对它，通货膨胀将根深蒂固。欧洲经济正遭受高通胀的困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由此导致的天然气和石油价格飙升加剧了这一趋势。欧洲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依赖程度远远超过美国。中国严格的 COVID 封锁政策已经阻碍了出口，并减缓了上海等城市的消费者支出。鲍威尔似乎还暗示，如果通胀在未来几个月未能显示出宽松的迹象，美联储至少会考虑将其基准利率大幅提高3%。鲍威尔重申了他上周的评论，即在6月和7月的2次美联储会议上可能会加息半个点。周四，鲍威尔补充说，如果情况好于我们的预期，那么我们将放缓紧缩措施。如果情况比我们预期的更糟，那么我们准备做更多的事情。当被问及做的更多是否意味着3%的加息时，鲍威尔说，你已经看到委员会适应了即将到来的数据和不断变化的前景。这就是我们将继续做的事情。谢谢各位的观看，一波帮您追踪全球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关注并订阅，下期不见不散哦。